大家还记得玛雅人的预言吗？在玛雅人的预言中，2012年12月21日11点11分，人类将面临空前的浩劫。当夜幕降临，第二天的黎明将永远不会到来，这也就是我们口中的世界末日。当然，现在距离2012已经过去了9年，这个谣言也不攻自破。不过，在地球史上却出现过种族大灭绝的事情，就算以如今我们的技术也难以抵抗。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：一、小行星撞击地球。6500万年前，恐龙灭绝，我们都知道，一般人都认为这一次种族灭绝是小行星撞击引起的，但其实小行星撞击并不会直接导致恐龙全部灭绝，它只是一个导火索，能够直接灭绝所有恐龙的只能是地球的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。就算以我们如今的技术可以在陨石撞击地球前将陨石击散，但以陨石的撞击力在落地的那一刻同样会引起地震，溅起大量的烟尘，这就像一个导火索，撞击会让地球内部的熔岩活动变得剧烈，激发一些火山的爆发，火山灰也会弥漫在大气层中，烟尘会阻挡阳光，导致地球温度迅速下降，大量的动植物会被冻死。可怕的是，这种情况不会仅持续1-2年就结束，而是会持续数年之久。哪怕我们已经站在了食物链顶端，但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，我们又能生存多久？二、伽马射线暴。可以说，伽马射线暴是宇宙最强的武器。那么它到底有多强？我们来看一组数据：地球每秒能接受的太阳能相当于不到2公斤物质，太阳每秒大概有400万吨物质转化为能量。如果太阳每秒散发的能量全部对准地球，那么不到2秒，海洋就会沸腾；11秒多点，海洋就会蒸发；75秒就能把地球弄出个玻璃表面来。一年散发的能量足够轰掉地球，并把地球残骸推出太阳系40次以上。而一次伽马射线暴相当于78颗太阳从生到死放出能量总和。根据记载，近些年来观测到的一次伽马射线暴是在1997年，那一次50秒放出能量相当于银河系放能200年的总和。你要问地球为何没毁灭，这就跟打枪一样，伽马射线暴想要毁灭地球也是有前提的，那就是伽马射线暴的方向必须正对着地球。而科学家推测，4.5亿前的奥陶纪物种大灭绝就是由伽马射线暴所导致，当时这场灾难直接导致了85%的海洋生物灭绝。三、战争。这个不用细说，我们都知道，人类发展到今天，洲际导弹、航母、无人战斗机这些先进武器的出现早已改变了人类战争的方式。如果现在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，后果不堪想象，尤其是核武器。假如人类一旦发生核战争，那么全球都会遭殃，大面积土地、水源等资源都会受到核污染。即便是战后，全球的幸存者也要长久笼罩在核冬天的阴霾中，那个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。四、全球性疫病以及生化病毒。一场全球性疫病也许并不会使人类全部灭绝，但它的威力却不可小觑，相信这一点大家都有体会。而要说起疫病，那我们就不得不说起生化病毒。在20世纪60年代，随着抗生素和抗滤过性病原体的发明，人类充满信心地认为我们已经永远征服了各种传染疾病，所有的病毒都可以被抗生素杀死。不幸的是，更多病毒开始转变它的基因，以抵抗抗生素的作用。大家可能不相信，到现在为止，让医学家们束手无策的病毒不减反多。而我们现在科学技术也是越来越先进，已经可以通过修补 DNA 改变生物体，用高科技术改变一些动物或者植物的遗传基因，甚至人造染色体不久也将被用于医学和农业学上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一些实验一旦不小心泄露，那么它的后果根本无法想象。五、温室效应。在过去的1个世纪内上升了0.6摄氏湿度，这直接引起了暴风、洪水、干旱等各种天灾成倍增加。据统计，2022年发生的地球天灾数是1966年的2倍。科学家预测，在21世纪，这些灾难将以6倍的比率增加。现在南北极冰川已经开始融化，海面已经上升了16公分，气候变暖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。可以严肃地说，这种热岛状态，这种全球性的厄尔尼诺现象，目前还在升温，制造出更多的温室效应现象。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，大家能想象出它可怕的后果吗？好了，我是叹为观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